橫渡太平洋3700海里，隻船咧就俾雷電咧係打中，甚至乎可以爆炸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係林寶森。呢個頻道咧就希望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玩帆船嘅心得啦，希望幫到嗰啲初學而有興趣咧，特別係有興趣跑長途嘅人士啦。呢個系列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玩船嘅知識啦，同埋遇到突發事件嘅時候咧，有咩應變嘅方法啦。咁希望咧我嘅短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如果你覺得係有幫助嘅話咧，就當然請你咧係subscribe 我嘅頻道啊。大部分嘅人咧，如果用帆船環遊世界咧，都係選擇由東邊向西邊行嘅，用嘅時間咧至少都需要1年。咁而當時咧，我係用咗3年幾嘅，由香港出發。第1年咧就基本上係喺東南亞啦，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，咁然後咧就喺嗰度泰國過聖誕節嘅。第2年咧就係過印度洋啦，同埋去南非嘅。我就選擇咧繞過好望角，而咧冇去到紅海嘅。喺第3年咧個行程基本上咧就係橫渡太平洋嘅。咁亦都係咧最長程嘅一橛，因為就算係第一站咧，如果你唔停 Galapagos 嘅話咧，就係第一個可以停嘅地方就係 French Marquesas 而嗰個航程咧係3700海里嘅而我係用咗37日嘅時間。跟住落嚟咧介紹咧就係話，基本上咧係南太平洋咧呢一段航程嘅。喺過咗聖誕節冇幾耐咧，即係1995年初，我就離開大溪地，就向咧下一站出發。下一站咧本來咧係斐濟嘅船咧，大約離開 Tahiti 咧90海里度啦。當時咧係上午11點半。咁天色咧就係好陰暗同埋好翳焗嘅。我當時喺船艙裏邊嘅，突然間咧就有一下閃電，隻船咧就俾雷電咧係打中。好彩咧就冇話着火啊，因為咧雷電咧其實好大嘅能量咧，好短暫幾千分之1秒嘅時間咧，穿過你嘅船咧係可以造成好大嘅破壞。如果係木船嘅話咧，甚至乎可以爆炸，因為咧佢木係濕啊嘛，而咧佢咁大嘅 energy 喺咁短時間內通過你嘅船身咧，你嘅船身裏邊嘅水分、嘅蒸氣已經足夠咧，令到你嘅船咧成隻係爆炸嘅。咁我咧就係玻璃纖維嘅船啦。船就冇咩事，但係咧，全部嘅電器咧，除咗一部手提嘅 single shortwave radio 一個 backup GPS 同埋呢個雪櫃之外咧，其他所有電器電子嘢咧，全部都壞晒。因為我隻船咧只可以用電咧嚟啟動嘅。而壞咗嘅嘢咧，就包括我個 alternator，即係話咧，愛嚟供電俾隻船嗰一樣嘢。如果你唔能夠再同個電池充電，你咪着唔到你嗰個引擎咯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焗住咧要翻轉頭咧入翻去大溪地啦，想話咧揾地方做一個搶修或者係急修啦。咁但係咧，唔好彩嘅就係當時咧啱啱過咗聖誕新年咧，係佢哋當地同埋亦都係夏天咧，係佢哋嘅最長嘅假期。再加上咧，大溪地嘅物價咧，亦都係非常非常之貴嘅，唔係
唔係外邊嘅貴兩三成，而係貴人哋兩三倍嘅。做維修咧都好困難，好困難。變咗咧，返咗入港之後咧，應變嘅方法就係咧，將一個咧備用嘅 alternator 咧裝咗上去，其他咧就由得佢啦。我嘅第二站咧離開咗 Tahiti 之後咧，就係美屬嘅薩摩亞。咁而 American Samoa 咧有美式嘅超市啦，啲嘢都唔算貴嘅。當年佢有好多咧捉金槍魚 tuna 魚啊嘅船咧係停喺嗰度嘅喎。咁tuna魚咧係平到你都唔信嘅嚇，即係5毫子一罐嘅啫。咁離開咗 American Samoa 咧，就好難再有咁好嘅補給點㗎啦。咁 South Pacific 個 Hurricane Season 咧，佢個季節咧係由11月1號咧至到4月尾嘅。咁我嘅策略咧就係咧，我盡量靠近赤道去航行，因為咧赤道南北5個緯度咧係應該咧就冇風打嘅，係唔會有 hurricane 嘅。但係個唔好消息亦都係咧，佢亦都冇乜風喎同時。咁我係帆船嚟㗎嘛，咁所以咧嗰個策略就係話，盡量靠北行，但係咧又唔可以入咗嗰啲冇風嘅地帶喎。咁點解你話點解你唔用油啊一路行啊？咁因為你個油缸係有限㗎嘛，嗰陣時仲有幾千里要走，個油缸入到盡咧都係行到500嘅啫。裝咗後備嗰個 alternator 上去咧，咁起碼咧又可以繼續個行程咯。咁而咧我就最後咧就變咗去咗一啲好鮮為人知嘅地方啦，包括 Ontong Java 同埋呢個 Tuvalu。Tuvalu 係全世界第4最細嘅國家，人口總共得9000。咁咧，我哋出去長途遠航咧，要有小心嘅策劃啦。我意思就係話咧，你唔好單單靠晒一個器材，你最好咧係有一個 backup。譬如話你係帆船咧，你已經有2個動力來源啦，你可以用風，又可以用摩打啊嘛。譬如你有電子嘅自動導航啦，咁夠唔夠咧？如果你有埋一個咧，我哋叫風力舵嘅 wind vane 咧，咁就更好啦。因為 wind vane 咧，第一有咩事咧，你都仲有機會修理好，因為佢純粹一個機械嘅mechanical 嘅設計嚟嘅。但係電子嘅嘢咧，濕一濕鹹水或者冇電咧，就已經係玩完㗎啦。同埋你唔知佢幾時壞㗎，即係你要明白佢嗰個局限性喺邊度啦。呢度咧要補充一下咧，就係話點解我嗰幾樣嘢，嗰幾個器材咧係冇壞到咧？譬如話你個 backup GPS 咧，有啲人就相信咧，你係擺喺個鐵盒裏邊，真係有雷電擊中嘅時候咧，嗰啲電咧會喺個盒嘅出邊走，即係佢呢個叫做 Faraday cage 嘅 effect， 或者你揾唔到咁大個盒啊之類咧。有啲人咧提議話，你用錫紙包實佢咧，都係好，因為錫紙都係傳電噶嘛。即係個關鍵就係咧，你包實佢，等佢電喺外邊走。至於食物方面咧，通常大站咧應該咧就係啲嘢係比較平啲，因為人口多啊，店鋪都多啲啦嚇。咁你就要喺嗰啲地方咧，入夠足夠嘅糧食。咁而有啲糧食係要襟等嘅，譬如話米啊、麵粉啊、意大利粉啊之類，你要考慮埋咧保鮮嘅時期係幾耐啦。最壞嘅情況之下咧，起碼你唔會餓死先啦。通常咧，環遊世界大部分嘅
咧都會選擇跟住呢個貿易風走嘅，即係有一啲貿易風帶咧，佢 trade wind 啊所謂咁咧其實咧就係幾百年前嘅帆船咧都已經用緊呢啲航線㗎啦，佢係順風走嘅。而另外一個關鍵咧就係話，通常嚟講咧，你喺當地嘅颱風季節咧，你就應該咧已經係離開咗，你唔會留喺嗰度，除非你有一個好安全嘅港口。另外一個選擇就係話，即係你話哎呀，我唔想咁頻輪啊嚇，一世人都未必有第二次機會 round the world 咁樣航行啦嚇。我想係停留耐啲喎，都可以嘅。咁你咪去一個地方去避風咯，等個風季過咗咧，你再繼續咯。呢個地方咧就多數咧喺 round the world 嘅航程裏邊咧，多數就係指 New Zealand 同埋咧 Australia。但係咧，因為當時我船度有隻狗仔，New Zealand 同埋Australia 咧，對於外來嘅貓狗咧係管得好嚴、好嚴、好嚴㗎。佢好驚你咧帶咗狂犬病你入去佢哋國家嘅。咁變咗咧，我就唔會考慮咧去 New Zealand 或者係 Australia 啦。總嘅嚟講咧，去跑長途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有一個咧係自供自給嘅概念，就唔好下下咧依賴咧外邊嘅幫助，因為咧遠水救不得近火，佢就算咧佢肯嚟佢都未必話即時可以嚟到啦。變咗好大程度咧，你係要靠自己嘅。咁表示咧器材方面咧，你要有啲 backup 啦。你要諗一諗，如果嗰樣嘢壞咗，你仲點樣繼續先？咁希望今日提供嘅資訊咧係對你有幫助啦。如果你覺得係有用嘅話咧，請你係 subscribe 俾個 like， 同埋咧想知道多啲關於長途航行嘅裏邊遇到嘅問題咧，請你喺下邊留言俾我咯。